江佩林，你就是个乡下来的野种，根本就不配当我们的女儿，赶紧滚出我们家！当初是你们把我送到乡下，现在要嫌弃我低贱，我又有什么错？矿泉水瓶价值0.1元，货板砖价值0.5元，A 货包包价值380元。我竟然能看到物品的价值，我这是拥有了一双神眼啊！太好了，有了这双神眼，我一定能赚大钱。今天你们看不起我，明天我让你们高攀不起。来来，看一看，看一看啊！5万，却这么值钱？老板，这个怎么卖？这可是正经的和田玉，5000，你拿走。老板，你看我傻吗？5000块都够我买个纯金的了。哎，小姑娘，别走啊，价格好商量，你还个价。1000， 100块，成交。我去，给高了。这是白玉菩提开片了，您的汗比较小，所以说它的颜色没有色没有深。支付宝到账100元。慢走。嘿嘿嘿，这东西是我5块钱买来的，转手就有这种冤大头花100块钱给我买走，真是大赚。100块就能买到价值5万的东西，血赚。江小姐，这枚玉章质地温润，雕工古朴，虽无落款，但绝非俗物。不知道江小姐从何处得来？我从古玩市场100块钱买的。捡漏！江小姐，您这眼力绝了！张老板，这个东西您要吗？要，当然要。不知道江小姐想出多少？张老板，您都是老行家了，您先开个价吧。江小姐，我最多出这个数，如果你愿意，我就收下。微信还是支付宝？扫码。支付宝到账5万元。江小姐，以后再遇到好东西，尽管送过来，价格公道。一定一定。那我……好，慢走。这下终于不用担心饿肚子了。假的，全都是假的。看来今天要空跑一趟了。都来看看，他就是个骗子。你到底今天退不退？这话我找专家验过了，赝品，退钱。本店小本经营，一经售出概不退货。你退不退？现在我就打电话报警。你随便，古玩街的规矩，出手不回，又不是我逼你买的。就是啊，古玩街买东西本来就是靠运气。这就是个赝品，退钱。这画你要是不想要，卖给我吧。你确定要买？我看着挺有意思的，买回去当个挂件。这幅画我花8万块买的，你给4万块，我就卖给你。我最多给你8000，你要是不愿意，就算了。卖，我卖，买点是点，总比都亏了好。支付宝到账8000元。好了。这位小姐，我这还有很多好东西，你再看看。只有它是好东西。都说了这画是假画，他还买，这姑娘不会是缺心眼儿吧？哎呀，人傻钱多，买回去有他哭的时候。如果我会哭，那也是笑哭的。张老板，江小姐，这次又淘到什么好宝贝？您看看这个。江小姐，这回你看走眼了，
这幅画是假的。张老板，您都还没看，怎么知道是假的？这东西从材质到纸张就是一眼假，还以为他眼光毒辣，看来那枚和田玉章是他走运而已。您再仔细看看。这难道是？这是真正的雨后秋山图。江小姐，要不是你提醒，我今天可就看走眼了。张老板啊，那这画您要吗？要，当然要。这幅画市场价500万，这样我给您550万，怎么样？张老板给的价格果然公道，成交。来，支付宝到账550万元。老张，你要的宝贝我给你找到了啊。我看看。这是成化斗彩杯。这是我费了很大的功夫才搞到这东西的。哎呦，这是真正的成化年间的斗彩杯。赵总，你想出多少钱？上次拍卖会上一个赝品就拍出了300万，我这可是正儿八经的成化斗彩杯，低于1000万免谈。行，我这就给你转钱。哎，等一下，怎么了？张老板，这个杯子有问题。你谁呀？你说我这杯子是假货？赵总，这是我刚结识的一个小友小江，他呀眼光独到，鉴宝也特别的有天赋。小女娲，既然你说我这杯子有问题，你今天必须说清楚，否则我对你不客气。小江，这是咱们古董协会的赵总。赵总，小江也是无心之言，你别见怪。老张，凭咱俩这么些年的关系，我能骗你？有没有骗人？看看不就知道了。我的杯子！小江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这只杯子可价值上千万，你这一下我也帮不了你了。你摔坏我的成化斗彩杯，赔钱，低于1000万，我让你牢底坐穿。拿，这是赔你的钱。好，好，好，你居然羞辱我，老张，别怪我不给你面子，是他欺人太甚。先别着急上火，先看看这个吧。好你个赵兴安呐！亏我那么信任你，居然拿个假货来骗我！滚！老张，我这里不欢迎你。我也是被骗的。滚！你给我等着！江小姐，今天多亏了你的提醒啊，要不亏钱事小，我这半辈子的名声可就毁了。张老板，今天就算我不说，您肯定也能看出来。江小姐，你就别往我脸上贴金了。对了，江小姐，今天有一个古董拍卖会，有没有兴趣？好啊，那我们一起去。太好了，又可以去捡漏了。江小姐，你先随便逛逛，我去打个招呼，马上回来。江佩林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是受邀来参加拍卖会。你就是个乡下来的土包子，谁会瞎眼邀请你？混账！居然敢跑到拍卖会偷东西！眼睛脏的人，看什么都脏。站住！该不会是被我们说中了，想趁机溜走吧？保安，苏夫人，你有什么吩咐？他是小偷，偷了东西想跑。这位小姐，麻烦你把包打开，我们需要检查。住手！江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张总，你认识他？江小姐是我请来的。什么？不分青红皂白就搜客人的身。张总，是小女眼花了啊，还不快道歉！该道歉的人不是我，
是给江小姐。给她道歉？还不快道歉！先过眼前这关再说。对不起。声音这么小，没吃饭啊？对不起。江小姐，拍卖会马上就要开始，我们先落座吧。欢迎大家来到本场拍卖会。接下来，请上我们的第一件拍品。这是什么呀？好神秘啊！第一件拍品，定是重宝。哇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居然是双枚瓶，比照片上看到的还要震撼。这可是国宝级别的文物呀！有生之年看上一眼，这辈子也就值了。不愧是绝世珍宝，这双枚瓶我要定了。乾隆御用珐琅彩双枚瓶，起拍价5000万，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0万。赝品还做得这么粗糙。现在竞拍开始，6000万、 6500万、 7000万、 7500万、 8000万、 8500万。哇，不是吧？1亿！什么？竟敢叫价1个亿？1个亿？什么？这么多？1个亿！苏小姐出价1个亿，还有没有更高的？张老板，我感觉这瓶子有点不对劲儿。这丫头的眼力邪乎得很呐，她竟然说的不对劲儿，那肯定是有问题。我信你。1个亿，还有没有更高的价格？1个亿1次，1个亿2次，1个亿3次，成交！恭喜苏小姐获得这款举世无双的乾隆御用珐琅彩双枚瓶。哎呀，还是要感谢张总相让，才能让我有机会拍的这双枚瓶。哼，某些人呐，真是没见过什么世面。你说你连国宝都不认识，还敢来拍卖会丢人现眼的，不愧是乡下来的土包子。你知道什么叫国宝吗？别只把地摊货当宝贝。是不是宝贝，一会儿就知道。至少啊，我不会花冤枉钱。下一件拍品，清代乌木首饰盒，起拍价5万元，每次加价1万元。6万。江小姐，这就是个噱头，流拍好几次了，不过就是个破木头盒子，不值钱。张老板，我看啊，这盒子挺好的，买回去收藏一下。10万、11万、20万、21万、25万。江小姐，慎重，不要冲动。放心，我有分寸。30万，我就这么多钱，你再加价就是你的了。30万1次，30万2次，不能再出价了，砖在我手里该怎么办？30万3次，成交！恭喜江小姐。哎呀，30万就买个破盒子，你可真是大手笔。哎呀，那还是多感谢苏小姐相让啊，要不然我可得不到这个宝贝。果然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乡下人，买个屎盆子都能当宝贝，垃圾就该配垃圾。那也比你买个赝品的强。30多万买这么个破盒子，太乱花钱了。这个不是一般的盒子，难不成这盒子里另有乾坤？哎，古玩协会的王清月来了。听说今晚的双枚瓶要现世，我心仪这个瓶子很久了，希望今天能够一睹真容啊！王会长，这个就是我拍下的双枚瓶。你就是苏念吧？早就听说苏家养出了一个能力出众的宝贝女儿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年轻有为啊！看到没有，这才是古玩界真正的人脉。他可是古玩协会的王会长，真正的大人物。像你这样的土包子，就算努力一辈子，都没有机会跟他说上一句话。让我来瞧一瞧。
王会长，您看的怎么样了？这双梅瓶，不对，是赝品。怎么可能？这可是我花了1个亿拍下的，怎么可能是假的呢？王会长，您不会是看错了吧？你是在怀疑我的鉴宝能力吗？不是的，王会长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王会长，你要不再仔细看看？对呀，会长，你看这儿，贴画都翘边了，怎么可能是真正的双梅瓶？哎呀！幸亏江小姐提醒我，这双梅瓶有问题，要不然的话，这瓶子就砸我手里了。就算我不说，以张老板的眼力，肯定也能看出来。好啊，原来是你在给我们下套，你早看出来它是假的，却故意让我们巨额买下。你的心肠怎么这么狠毒？就算我说它是假的，你们会信吗？我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，有什么眼力能看出古董？江佩林，你得意什么呢？不就是1个亿吗？我赔得起。不像你，花个30万买个破盒子，你怕是要倾家荡产了吧？如果你现在跪下来求我，说不定我高兴还能赏你一口吃的。就算是个破盒子，也比你的假瓶子值钱。小姑娘，你这个盒子我能看一下吗？王会长，我这1个亿的双梅瓶都入不了您的眼，他一个破盒子、破垃圾，不值得您看。就是，他这样的土包子，有什么资格跟您说话？这纹理，这香气，这是顶级的乌木啊！这个盒子我喜欢，我愿出200万，你能不能卖给我？什么？这个破盒子，它值200万？如果你觉得价格低的话，可以再加价。1个亿！1个亿！不是我说，江佩林，你想钱想疯了吧？连王会长你都敢坑，赶紧跟王会长道歉！你自己作死，别连累我们苏家。江佩林，我命令你，现在立刻马上把盒子送给王会长。我呢，可以考虑让你重回苏家。是啊，江小姐，差不多就得了。毕竟他是古玩协会的王会长，眼力准得很，不要因为一时赌气误了自己的前途。区200万的一个乌木盒子，你居然要我1个亿！年轻人，不要太贪心呐！王会长，这可不是简单的盒子，您再看看。啊，这是传说中的血玉如意呀！国宝，这才是顶级的国宝啊！小姑娘，这血玉如意价值过亿，这1亿的价格我愿意出，加上这个乌木盒子，共计是1亿200万，你愿意卖给我吗？这怎么可能？流拍了好几次的清代乌木首饰盒，居然是顶级国宝！这小姑娘什么来头？一眼就能看出这盒子的微妙之处，看来实力不凡呢。我就知道江小姐的鉴宝能力，那绝对是举世无双啊！没问题，就按你说的价。江小姐，你的眼睛真是厉害呀，一眼就看出了这乌木盒子不简单。希望有机会我们还能在一起交流古玩呢。王会长谬赞。支付宝到账1亿200万元整。张佩林，赶紧把这1亿交出来！现在可以考虑让你重回苏家，做一个跟念念一样的苏家大小姐。不是我说，你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这爸都给你机会，你还不赶紧把钱交出来？你应该跪下来感谢爸爸的收留。江佩林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现在可是你回归苏家唯一的机会。我一个乡下来的穷鬼，可不敢失去你们高贵的苏家。这个机会，你们还是留给别人吧。不识抬举，江佩林，别以为你现在手里有几个钱了，我就不敢把你逐回乡下去。放肆！江小姐以后就是我王清月的座上宾，我看谁敢动她。王会长，您误会了，我们只是想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既然不想改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
你们聊啊。江小姐，以后有什么好东西，希望你还能来找我啊。好的，王会长。1亿200万，我做梦都不敢想，自己竟然能赚这么多钱。真不愧是江小姐，这眼光独到，连王会长都甘拜下风。你有这样的眼力，今后挣钱的机会可多着呢。赚了这么多钱，是时候给自己买套房子了。江小姐，这就是您看中的那套别墅，价值5000万。因为房东宋先生着急用钱，所以才会折扣到3000万出手，但要现款结付。您看，现款结清没问题。没想到买房也能捡到大漏。昨天在拍卖会上，光是血玉如意加上那个乌木盒子，就卖了1亿200万。付这套房子的房款真是绰绰有余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去联系宋先生过来签合同。江小姐，您先坐。好。宋先生，这位就是别墅的买家江小姐。江小姐，这位就是宋先生。江小姐，我的要求呢，中介跟您说过了吧？现款结清我没问题。没想到这女生年纪轻轻，竟然这么有财力。这是购房合同，您看一下，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们就签字转账，办手续了。江小姐爽快。支付宝到账3000万元整。江小姐，真是太感谢你了，买了这套别墅，真是帮了我大忙了。我叫宋池，为了表示感谢，我想请你吃饭。好。好。请。你说你是本市最有钱的宋家大少爷，为了不继承家业，自己出来创业，输掉了所有的创业基金，不得已之下，这才选择卖别墅。这还不是我那几个朋友合起伙来坑我才会输得这么惨。那你是做什么行业的？赌石。就是传说中一刀穷一刀富一刀穿麻布的赌石。赌石它是可以一本万利的，我本来想着创业比较难，所以说就想试一试，没想到输了个精光。你这么懂行，不如带我也见识见识呗。我的透视神眼能看穿物体的价值和材质，如果在赌石上，那我岂不是能赚到更多的钱？别，你刚帮了我大忙，而且这一行水比较深，10赌9输，以后你可千万别走弯路。哎呀，我就是好奇，单纯想去看看。那正好，我爷爷要过70大寿，正好和我一起去看看吧。这个就是本市最大的原石交易市场。你别看它乱，但是每天的资金流，很多银行都比不上。透视神眼果然能用，只不过这里的石头怎么一块有价值的都没有？江小姐，这里的石头不行，都是假的。前面有一家店铺料子不错，我带你去看看。宋少，你终于来了！今儿刚从缅国到了一批新坑的老料子，个个压手，你可是赶上了。料子我就不看了，有没有雕琢好的成品？我给爷爷挑个寿礼。我的要求呢，中介跟您说过了吧？放心，个个都是压箱底的好货。普通石头价值0元，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。挪种杨绿价值50万元。老板，这块怎么卖？这是别人切割过的废料，没货的。姑娘要是想试，可以看看那边新到的原石，一看就是外行，放着好料不看，去捡垃圾。宋少，你带来的朋友眼光挺独特呀。江小姐，不是说不玩吗？更何况这块确实不行，皮壳太厚，而且还有裂，别浪费解释师傅的功夫了。有没有货，切了不就知道了。老板，报个价吧。哎，姑娘若是真想试试，那就给2000吧。一块废料也敢卖2000，欺负我不懂行吗？我说个数，100，能卖我就切，不能卖你就留着当垃圾扔吧。这位小姐，咱这赌石行业，废料也有废料的规矩，童叟无欺。不过你既然是宋少带来的，那就100给你了。
等着看吧，肯定是一地灰。垃圾堆里还想开出来好货，等着打水漂吧。哇！长了，是大涨，闹种杨绿。这怎么可能？废料里出杨绿，这运气也太逆天了吧！早知道这料子就不卖了。真出货了！姑娘，这半米料卖吗？我出50万，我出60万，卖给我！60万成交。江小姐，你真是神了！100秒变60万，这比抢钱还快啊！快！这新料区肯定有好货，你再给长眼。玻璃种翡翠价值1000万，这是传说中的玻璃种。老板，我要这块。哟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咱们的宋财童子宋大少吗？你把我害得那么惨，居然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！谁害你了？是你自己菜。输了那么多还不死心，又带个小妞来送钱，你人怎么这么好？江小姐，你别听他胡说。物以类聚，宋大少是个废物，带的人选石头也是选垃圾。这块石头全是线，这就是个雷，神仙难救。小妞，你跟着他混，裤衩都得输光。江小姐，要不我们还是走吧？你选的这块石头问题确实很大。胡说，这分明是块宝。就他这破玩意要是能开出来宝，老子跪下来给你磕头。想不想把他坑你的钱赢回来？当然想，可你这块石头，那就看我的。就这点赌注，还想赌我这块价值50万的石头，敢不敢跟我玩把大的？你玩得起吗？他当时坑了你多少钱？3000万。好，那就再加3000万的赌注，你敢吗？江小姐，赵光可是赌了几10年的老手，你初来乍到，跟他赌，必死无疑啊！拿块垃圾跟赵食神赌，真不知道怎么死的。不知道天高地厚，就该让赵食神杀杀他的傲气。赵食神，给他点颜色瞧瞧。这么想死，那我成全你，来吧！你开！江小姐是为了替我出头才跟赵光赌的，这钱不能让她出。都说了没货，非要跟人赌，输了也是活该。不可能，我的眼睛从未出错，肯定是师傅开的位置不对。不知死活的蠢货，愿赌服输，来，给我跪！帝王玉价值1000万，普通石头价值0。谁说我输了？破石头都切开了，你想在老子眼皮底下反悔，那要看老子答不答应。切的位置不对，当然不会出货。从这儿切。那就让你死个明白。如果还不出货，老子不光让你下跪，还得给我磕头认错。开！玻璃种是帝王级别的玻璃种，没有裂，慢肉。这怎么可能？江小姐这眼力真是神了。别抢，我出500万，500万，500万，就想买玻璃种，我出700万，现金马上转账。这些珠宝商一个个都是老油条，价格压那么低，我才不跟他们买。不好意思，这块翡翠暂时不卖。唉，可惜了这么好的翡翠。出货了，你是不是该兑现承诺了？江小姐，不，江大师，连涨2把，你简直就是赌石界的神啊！求你收了我这个徒弟吧，我宋池这辈子做牛做马都跟着你混了，
累赘，不收徒。我怎么可能会拖你后腿？我在赌石圈还是很有人脉的。就比如你怀里的这块翡翠，你若是直接出手，顶多能卖到1000万的高价。可若是交给工匠雕琢打磨成品，价值绝对不低于2000万。你难道不想试试吗？宋氏人脉多，路子广，如果收了他当徒弟，以后赚钱的机会不就更多了？好啊，想要拜师可以，先把50万拜师费交一下。支付宝到账50万元整。既然收了你的拜师费，这块石头就交给你去运作了。不管是找人加工还是上拍，我只管做着收钱。师傅您放心，这事包在我身上。凭我在圈子里的面子，加上这块料子的成色，绝对能卖出个天价。要是少一个子儿，您拿我说。宋少，石头切掌了是喜事儿，但这给宋老爷子的寿礼，您还没定下来呢。您看看这个，冰种飘花观音，大师工艺，寓意也好，老爷子肯定喜欢。太俗，我爷什么好东西没见过？这种大陆货送过去，不是招骂吗？那您看这个，清代的玉如意，包浆浑厚。不行不行，太老气。我爷爷虽然年纪大了，怎么说呢？看起来低调，但实际上很有内涵、有来头的东西，最好是那种人无我有的稀罕物。竟然在这种地方遇到了传说中的陨石夜明珠，这宋家老爷子还真是有福气。老板，把那个拿出来看看。那个，姑娘，你看错了吧？那2颗珠子就是当初收废料时候顺带回来的，上面那层黑漆漆的东西，我想尽办法用酸洗都洗不掉，跟煤球似的，根本没人要。确实看着像废品啊。师傅，您确定要看这个？老板，开个价吧。姑娘若是真想要，2000块拿走，就当清库存了。师傅，这居然是夜明珠！又捡到了一个大漏，发了！这叫陨石夜明珠，而且是极品中的极品，保守估价上千万。哎呦，我真是有眼无珠啊！这么好的夜明珠，居然2000块就给卖掉了！这夜明珠简直稀世珍宝，姑娘卖吗？我愿出1000万，我1500万。这要是买下来送给爷爷当生日礼物，爷爷不得高兴死？去，就这点钱，还想跟本少抢？师傅，我出3000万，把这夜明珠卖给我吧。伺候的不错，看在你是我徒弟的份上，这夜明珠就卖你了。好嘞。支付宝到账3000万元整。师傅，您简直就是我的再生父母。这次寿宴，我看谁还敢说我是败家子。对了，师傅，这周末就是我爷爷70大寿，您可是我的大恩人，这寿宴您一定要来，我得当着全家人的面隆重介绍你。不去，那种场合我谁都不认识，去干什么？别啊，这次寿宴，国内顶级的雕刻泰斗鬼手章也会来，那可是号称能腐朽化神奇的雕刻大师，只要能跟他搭上线，以后你这边开出来翡翠，还愁没人能雕刻吗？我现在的透视眼虽然能识宝，但很多原石还是需要精湛的雕工才能实现价值最大化。好，我去。太好了，我这就回去准备，到时候派车接你。既然要去给宋老爷子祝寿，得精心备一份大礼。第一次给宋老爷子祝寿，该送个什么礼物合适呢？你走路不长眼睛啊！这可是我刚收回来的宝物，现在被你撞坏了，赔钱！你这人讲不讲道理？明明是你撞过来的。可我的宝物被你撞坏了，少废话，赶紧赔钱！金丝楠木，阴沉木，木质致密，金丝浮现，绝世孤品，估值1200万。这其貌不扬的黑木头，里面竟然是顶级的金丝楠！你别装哑巴！大家伙都来看看啊！这女人撞坏了我的古董，这可是明代的黄花梨木雕，赔钱！你想怎么赔？怎么赔？这东西我本来是要卖给收藏家的，现在坏了，
你至少赔我100万，少一个子儿都不行。哎，这不是那个赖三吗？就是他，姑娘，你别信他，这就一无赖，刚被骗了钱，心里不平衡，这是找你讹钱回本呢。对，这破木头也就值几十块钱，还100万，想钱想疯了吧？都闭嘴！关你们屁事儿！这是古董，懂不懂？都闭嘴！关你们屁事儿！这是古董，懂不懂？东西是你撞坏的，要么赔钱，要么咱们现在就报警，去了警局你也得赔。你看我像冤大头吗？一口价500，你要是同意，我马上转账；你要是不同意，那我们就找古玩协会的专家来现场鉴定吧。专家说值多少，我就给你赔多少。这死丫头看着不好惹，万一真叫来专家，我这几十块钱买的破烂肯定露馅，500块也不少了，好歹没赔本。行，500就500，算老子倒霉，遇上你这么个抠门的。支付宝到账500元。东西归你了，概不退款啊！这么好的金丝楠木，傻子才会退还。哎呦，这姑娘看着挺机灵，怎么是个傻子啊？就是啊，那就是个破木头，100都嫌多。价值这么高的金丝楠木，块头肯定不小。若是让宋池找人个挂件送给宋老爷子，肯定很漂亮。哪位？师傅，醒醒，别睡了！好消息，您之前给我的那块极品玻璃种出手了。我按照你给的设计图，雕刻师傅刚把玉佩做出来，还没来得及上架展示，就被人高价买走了。卖了多少？你猜？别卖关子，快说！5000万，整整了5000万啊，师傅！那块料子市场估值不才1000万左右吗？但是光看料子，加上雕工，还有那买家喜欢的紧，直接1价5倍拿下了。师傅，你真是我的财神爷啊！你办事，我放心。我买回去的那2颗珠子，居然真的是夜明珠，不敢想爷爷看到我送的礼物得有多激动。老人家开心就好。对了，师傅，还有个喜事儿，你让人送来的那个破烂木头，不对，那个金丝楠木，简直太棒了！师傅刚把外面的烂木头剥开，好家伙，里面的金丝楠阴沉木足足有拳头那么大，水波纹更是一绝。那个坠子已经雕好了，但是料子太足，还剩下不少边角料呢。折现就算了，我不缺那点零头。正好我也没什么首饰，剩下的料子让师傅帮我打磨一副手串吧，朴素点就行。没问题，金丝楠木的手串带着养人又低调奢华，还是师傅有品位。手串我会让人加急做，你可千万别忘了，今晚来参加我爷爷的70大寿，我派车过去接你。放心吧，我肯定准时到。支付宝到账5000万元。手里一下子有了这么多钱，是不是也该投资点什么了？钱生钱，才能取之不绝，用之不绝吗？你怎么这么阴魂不散？宋老爷的寿诞也是你这种乡下人能进来的？哼，江佩林，你怎么那么不要脸？都被赶出苏家了，还死皮赖脸的跟过来。宋老爷子大寿，我是受邀前来的贵客。你们要是看不惯我，可以自行离开。放肆！怎么跟你妈说话的？这里是宋家，不是你那个穷乡僻壤。这就是苏家那个报错的真千金，还真是个乡巴佬啊！穿的倒是人模狗样，不会是租的礼服混进来钓金龟婿的吧？到头来不还是连念念的一根头发丝都比不过？就算你能参加宋老爷子的寿诞，又能怎么样？不还是没人要的土包子？看到了吗？这是爸妈特意花5000万给我买的极品玻璃种翡翠吊坠。你长这么大，怕是连翡翠是什么都不知道吧？我确实不知道翡翠是什么。但你脖子戴的这个吊坠云原石是我开出来的。江佩林，你是不是想钱想疯了？这是鬼手张大师亲自雕刻的作品，原石更是宋少亲自接手的。你说是你的？满口谎言！我怎么生出你这种不知廉耻的孩子？鬼手张大师到了！
张大师，您来了。原来老夫近年来的得意之作是被苏小姐买走了。这块料子极好，只有戴在苏小姐身上，才不算辱没了我的手艺啊。能佩戴张大师的作品是我的荣幸。不过这里有个骗子，非说这块玉坠的原石是他的，这原石的来源您最清楚。张大师，您认识这位乡下来的江小姐吗？张大师，你认识这位乡下来的江小姐吗？老夫从未见过这位小姐，这料子是宋少送来让我雕刻的，与旁人无关。江佩林，人家张大师都不认识你，你还敢在这里招摇撞骗？我看你是想攀高枝想疯了，居然碰瓷到张大师和宋少头上。这女的脸皮真厚，连张大师都敢碰瓷。赶紧滚出去吧！宋家的宴会怎么混进来这种小丑？江培林，立刻给我滚！以后别说你是我的孩子，我们苏家丢不起这个人。江培林，我要是你，现在就找个地缝钻进去。乡下人就要有乡下人的觉悟，别妄想染指你不配拥有的东西。谁敢动他？宋少，你千万不要被这个骗子蒙蔽了眼睛。他在大庭广众之下撒谎也就算了，居然还冒充认识鬼手张大师。这种品行低下的人，怎么配来参加下宋老爷子的寿诞？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对我的师傅大呼小叫？你说什么？这小贱蹄子居然是你师傅？这怎么可能？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本市的第一贵公子宋池怎么可能会认江佩林那个小贱人当师傅？他肯定是又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。糟蹋东西！你刚才不是问原石的来源吗？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，你脖子上戴的这块极品玻璃种翡翠的原石，正是我师傅亲自挑选开出来的。我不过是帮他跑腿送去，给张大师雕刻罢了。不可能！这个死丫头在乡下长大，怎么可能懂赌石？宋少，你是不是被他骗了？放肆！你的意思是我是瞎子？还是说张大师雕刻用的料子，我会弄错来源？宋少，您是说这块极品料子是这位小姑娘开出来的？长老，她就是我之前跟你提过的那个天赋异禀的鉴宝天才。哎呀，老夫眼拙，竟是有眼不识泰山。小姑娘，那块料子水头足，色泽正，几十年难得一见，没想到竟出自你这么年轻的后生之手。张大师过奖了，晚辈只是运气好，以后还要多向您请教。哈哈哈哈哈！好一个运气好，年轻人不骄不躁，难得。这种品质的料子，苏家遍地都是。若是张大师能赏脸对其雕琢，不好意思，苏小姐，老夫年事已高，已打算金盆洗手，不再接活。但今日见到江小姐，老夫决定破个例，以后只要是江小姐开出来的料子，老夫免费为她雕刻，分文不许。天哪，鬼手张的风刀之作还是终生免费，这面子太大了。刚才谁说人家是乡巴佬的？这明明是深藏不露的大佬啊！凭什么？这贱人明明已经被赶出去了，凭什么还能得到宋少和鬼手张的青睐，还要免费给他雕刻？那我不成了花冤枉钱的傻子了吗？苏总，苏夫人，看来你们是真的没眼光，放着真正的金凤凰不要，非要把榆木当珍珠。这块玉佩你们5000万买的确实值，毕竟这里面还有佩林的一份功劳呢。你闭嘴！还嫌不够丢人吗？哼，运气好，开出一块石头有什么了不起？今天是宋老爷子的寿宴，讲究的是心意和底蕴。姐姐既然这么厉害，连宋少都拜你为师，想必给宋老爷子准备的寿礼，一定是惊世骇俗的宝贝吧？可别拿什么地摊货来糊弄老爷子。吉时已到，恭迎宋老爷子！
江佩林，我看你等时候怎么出丑。感谢各位赏光来参加老头子的寿宴，大家吃好喝好，不用拘束。献礼环节开始。李氏集团送清代和田玉如意一对，祝宋老福如东海。好，李董有心了。王家送唐伯虎真迹一幅，祝宋老寿比南山。哇！诸位的心意，老夫心领了。念念，到你了。最近公司运行困难，缺少大笔资金，这次能不能拔得头筹，拉拢宋家投资，就看你准备的那尊金佛了。爸，你放心吧，那可是我托人从国外拍卖行弄回来的，价值连城。苏家苏念祝宋爷爷福寿安康，特献上纯金镶钻释迦牟尼佛像一尊。苏家丫头有心了，破费了。江佩林，大家都送完了，你的礼物呢？该不会是空手来的吧？还是说你的礼物太寒酸，怕拿出来丢人现眼？哟，这么小的盒子，里面装的是什么？路边买的塑料珠子吗？江佩林，没钱就别硬撑，你要是求求我们，看在过去的情分上，我们也能借你点钱买个像样的礼物，何必拿这种破烂来丢宋少的脸？宋爷爷，这是晚辈送您的小小寿礼，不成敬意，希望能和您的眼缘。小姑娘有心了。这是满金星金丝楠木，而且是1000年以上的老料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帝王木。什么？不就是块破木头吗？无知，这是极品金丝楠木中的孤品，寸木寸金。这一个坠子的价值，把你那10尊金佛加起来都买不到。好，这礼物送到老头子的心坎里，这才是真正的无价之宝啊！小丫头，这礼物太贵重了。宝剑赠英雄，这金丝楠木只有戴在宋爷爷身上才不算埋没。有些人刚才不是说送礼要讲究心意和底蕴吗？爷爷，这金丝楠木可是木中之皇，集天地灵气，不像某些人拿着那种充满铜臭味的俗物还当成宝贝献宝，真是笑掉大牙。宋少，你，不就是块破木头吗？说不定是哪里捡来的。捡来的？鬼手张大师都鉴定是无价之宝，苏夫人是在质疑张大师，还是质疑我爷爷的眼光？不敢，宋少误会了，是我们眼拙。哈，好。丫头，听小池说你有一双慧眼，能断玉拾宝，百发百中。宋爷爷谬赞了，只是直觉比常人准一些罢了。正好，今天收了不少寿礼，那就请江小姐长长眼，看看屋子里的东西哪件最好。既然宋爷爷有兴致，那晚辈就献丑了。这个算你识相，知道讨好我们，才能回归宋家。这些礼物都很好，实在很难分出高下，但这个是最差的。江佩林，你血口喷人，你公报私仇！这尊金佛是我花大价钱从国外拍卖行拍回来的，有证书有发票。你因为嫉妒我被爸妈捧在手心，就故意在宋爷爷寿宴上污蔑我。
你这野丫头就是见不得我们家念念好，因为被我们赶出苏家，怀恨在心，现在抓着机会就想咬我们一口。江佩林，你连自家人都陷害，心肠真是恶毒。别演了，这到底是不是真的？看一下不就知道了。这就是你所谓的价值连城，这就是你对宋爷爷的心意。表皮镀金，内充1000块，这种地摊货200块都嫌多。哟，这就是苏家的底蕴啊！拿着镀金的1000块糊弄我爷爷。苏家是破产了吗？连个真金都买不起了。天哪，送假货，这也太下作了吧！苏家好歹也是豪门，怎么干这种丢人现眼的事儿？什么豪门？我看是打肿脸充胖子，连寿礼都敢造假，以后谁敢跟苏家做生意？这不可能！念念，你不是说花了500万吗？怎么会是假的？我被骗了，我也是受害者呀！够了！好一个苏家，拿假货来羞辱老夫，这就是你们的家教。我看你们不是来祝寿的，是来给我添堵的。宋老，您听我解释，这真的不是我们的本意，是那个拍卖行骗了念念呀。宋老，我们也是一片孝心啊！孝心？拿着几百块的1000块当孝心？带着你们的垃圾立刻给我滚！从今往后，宋家所有的生意断绝与苏家往来，我也不会允许任何与宋家交好的家族再给苏家行方便。宋老，求你开恩啊，不能断啊，断了我们就全完了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听说你们为了这个送假货的冒牌货，把江丫头这样的真凤凰赶出了家门，有眼无珠，把亲生女儿当草芥，把个祸害当宝贝。你们苏家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纯属活该。把他们扔出去，以后这种人不允许脏了宋家的地界。不，我不走！我是苏家大小姐，江佩林，你这个贱人，是你害我！自作孽不可活。丫头，今天多亏了你，不然老头子我这脸都要丢尽了。宋爷爷言重了，是他们自作自受。救命啊！我被人做局了，他们要把我的投资公司给吞了。听说你刚认了高手当师傅，求你带过来救救我。你在那儿别动，我先问一下。师傅，是我发小魏子豪，他被人坑了，对面好像是个高手，他想让我带你过去救个场，你看。走。地址发我，马上到。老爷子，我有点事儿，先走了。宋爷爷再见。哈哈哈哈！去吧，年轻人就要有年轻人的义气，记得把场子给我找回来，别丢了我们宋家的脸。放心吧。金陵岂是池中物，一遇风云变化龙。这丫头绝非凡品呐，小池有福了。魏少，时间可不等人啊，这已经是最后一把了。选左边这块黑乌纱，还是右边这块大马坎，你可要看仔细了。魏少爷，老夫刚才可是给你指过路了。这黑乌纱皮锦纱系大概率出高率，大马坎虽然有色，但劣多嘛。神仙难断寸玉，这一刀下去是穷是富，还得看你的命数。若是这把输了，若是输了，刚才签的对赌协议就生效，你名下那帮风投公司归我。若是赢了，刚才你输的1亿现金我全吐出来，再赔你5000万。魏少，别怂啊，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。我看那黑乌纱能涨，赌一把。蠢货，这2块石头早就被老子调包了，里面全是白花花的石头，连个豆种都没有。不管你选哪个，切开都是废药。只要你这刀切下去，你的公司就是老子的了。魏子豪，你到底是不是个男人？磨磨唧唧像个娘们儿，不敢赌就直接认输签字。谁说我不敢？我选这块。好，落笔无悔。切石师傅，准备。住手！师哥，你终于来了！
哟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宋大少。怎么，宋少也要来玩两把？不过这局魏少已经下注了，概不退换。哼，赵奎，你趁火打劫也要有个限度。愿赌服输，白纸黑字写着的。怎么，宋家想仗势欺人赖账？普通石头，价值0元。这种经过特殊处理的做假皮废料，也敢拿出来设局？这是哪儿来的黄毛丫头，也敢质疑老夫的眼光？这2块可是老坑中的原石。别选了，这2块石头，不管你选哪块，切开都是一堆烂石头。什么？全是假的？放屁！你个臭娘们懂什么？你敢污蔑我的石头有问题，信不信老子撕烂你的嘴？你动他一下试试。既然赵老板说石头没问题，那不如你先开。哼，赌石界的规矩，买定离手。既然魏少刚才那一笔都差点落下去了，那就代表他选定了左边这一块，哪有庄家先开的道理？规矩？赵老板的规矩就是拿这2块做过假皮的石头，空手套白狼。如果你心里没鬼，这2块既然都是老坑种，开哪一块不都一样？除非你心里清楚，这2块切开，里面连个苍蝇腿都没有。是啊，要是真石头，怕什么先开？难道真像这美女说的，是杀猪盘？魏子豪，你他妈是不是个男人？自己没本事，找个娘们出来给你顶雷，躲在女人裤裆后面算什么英雄好汉？赵奎，嘴巴放干净点，他是我师傅，也是宋家的贵客。宋家在业界的地位惹不起，要是真把事闹大，以后也没法混了。你再敢喷一句粪，信不信我让你这鉴宝大会今晚就关门大吉？好，宋少，既然都要护着，那我就给宋少这个面子，愣着干什么？给我切开！让这帮不识货的睁大狗眼看看。开了，真的是假皮，全是水泥和胶水，这赵奎也太黑了。假的，全是假的！赵奎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刘老鬼，这就是你选的好料子？这我也被打眼了。赵老板，既然2块都是废料，那就是平局。魏少的公司你吞不掉。别高兴得太早，按照对赌协议，3局2胜。刚才那是第2局平手，现在1胜1负1平，还有最后一局。把那块鬼剑筹给我拿上来。这最后一局，咱们玩点刺激的。这块石头是这里公认的废料之王，全场几千块石头，我就赌这块鬼剑筹里有货。若是切涨了，算我赢；若是切垮了，算你赢。你疯了？这种垃圾你也赌？慢着，还没说完。既然是我选的石头，为了公平起见，江小姐不是眼光毒辣吗？你也得从这堆已经被判定为废料的垃圾堆里挑一块，咱们就比谁切出来的价值高。要是你不敢，现在就认输，魏子豪的公司照样归我。这根本就是死局。赵奎那块虽然丑，但好歹个头大，万一里面有一丁点玉肉就算涨。而那堆废料全是行家筛选过无数遍扔掉的垃圾，这还怎么比？赵奎，你这是无赖行径，那堆废料怎么可能出货？不敢玩，那就签字转让公司。白石0元，高冰种正阳绿，价值5500万。谁说废料里出不了真龙？就它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那是块垫脚石，那是我们刚才垫桌角的。你拿块垫脚石跟我赌，是不是垫脚石？切开才知道。不用擦，直接从中间一刀切。先切我的。涨了，涨了！虽然劣多，但是出了2个手镯位的豆种大石头，价值大概5万块。5万也是钱。我看你那块垫脚石能切出个屁来！魏少，准备为你的无知行径买单吧！满色水头膏冰。
高明正阳玉，龙生色泽，这水头简直世间罕见。这么大一块，至少能套2个满绿牌子和几个蛋面。高冰正阳玉，没有任何裂纹，市场价保守估计5000万起步。不可能，明明是块电宝石。5万对5000万，赵老板还要比吗？我们赢了，5000万，赢了！不仅保住了公司，还反赚了赵奎一笔。等下，把赢子为少的5000万留下。江佩林、宋池，此仇不报，我赵奎誓不为人。支付宝到账5000万元。江小姐，江神仙，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！我可没有你这么大的儿子。这是什么？转让协议，江小姐，谢谢你帮我扳回这一局。这公司送你了，虽然他现在遇到点困难，但底子还在，就当是我的感谢费，你可一定要收下。送给我？这我不行的。江小姐，你就别推辞了。如果不是你，这公司刚才就姓赵了。与其输给那种人渣，不如送给江小姐。你是鉴宝天才，这公司在你手里肯定能起死回生。你要是不收，那就是看不起我魏子豪。师傅，既然子豪一片诚心，你就收下吧，也就是个管理权，回头我给你派个职业经理人打理就行。可是我哪会管理公司啊？我就只会看个石头，鉴别一下古董而已。没事儿，有我教你。对，池哥教你，以后你就是我的大老板，谁敢惹你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这就是拥有一家公司的感觉，太爽了吧！坐下吧，我的江大老板。这位置除了你，没人坐得稳。江总，力道怎么样？这可是我为了讨好我爷爷专门练的魏氏按摩法，以后您指东，我绝不往西。行了，子豪，别把你那套用来对付我师傅。师傅，喝茶还是咖？别，你们2个，一个是宋家大少，一个是魏家少爷，给我捶背捏肩，这要是传出去，我怕是要折寿啊！谁敢乱传？江总，你现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，这公司要是没你，早姓赵了，您就安心享受。魏总，宋少，这看什么看？没见过给领导做理疗啊？以后这位就是咱们公司的新董事长江佩玲小姐，叫江总。江总好。SS 级剧毒，核心地块产权纠纷，地下埋有古墓群。我的天，我的眼睛竟然连商业项目的风险都能看穿，连地下有古墓都知道，这哪里是透视眼，简直是超级印钞机啊！苏正阳真是冤家路窄啊！这个项目怎么回事？其实很简单，苏仲阳这老狐狸看中了青石巷那块地，想搞个大商业中心，但他步子迈得太大，苏家的流动资金都砸进去了还不够，现在到处拉人落伙，但这种大项目一般公司吃不下，所以他就求到这儿来了。苏正阳、赵玉荣，你们嫌弃我是乡下来的，把我赶出家门，把那个假千金苏念捧在手心里，现在你们的生死簿倒是落到我手里了。走，去会议室。魏子豪，前面带路。好嘞，江总请。胡闹！魏子豪那个败家子儿，把公司输了又赢回来，简直是儿戏。现在还要把公司交给一个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野丫头。就是青石巷这个项目是苏氏集团牵头的，苏正阳亲自坐镇，利润不菲，投入也是我们所能承担的。要是让那个外行丫头来否决了怎么办？
要我说，咱们直接联合罢免。刚才是谁说要罢免？站出来让我看看！魏总，我们是在讨论公司前途。这位小姐就是你说的新老板，这么年轻，懂什么投资？我不懂投资，但我懂怎么让你们避开地雷。这个青石巷的项目，谁投谁死。苏市长的项目可是经过专业评估的，你说死就死，凭什么？就凭我是江佩林，既然我坐在这个位置上，这里就是我说了算。江总，请坐。现在会议开始。这里，地下20米是一个巨大的古墓群，一旦动工，文物局立马会介入封锁现场，所有的投资都会变成打水漂的石头，连个响都听不见。古墓，江佩林，你是在讲鬼故事吗？我们请了最顶级的勘探队都没发现，你坐在这里看一眼图纸就知道了，简直是胡闹！现在的年轻人为了立威，真是什么瞎话都敢编。风水算命那一套也敢拿到董事会上来说。不信？当然不信！这要是真有古墓，我把这桌子吃了！喂，出大事了！我们在青石巷那边刚传来消息，施工队刚才为了打地基深挖了一下，结果挖出了大量青铜器碎片。经过初步鉴定，下面是个大规模的汉代古墓群。现在文物局和警方已经把现场封锁了，项目被勒令无限期暂停。真的有古墓，简直神了！江总，您是怎么知道的？还有人反对我的决定吗？很好，既然没意见，那就散会。青石巷项目无限期搁置。苏总，您不能进去，我们在开董事会。滚开！我是苏正阳，我看谁敢拦我！江佩林，你这个丧门星，被赶出苏家了，还要来这里丢人现眼吗？这里是你能来的地方吗？给我滚出去！江总，对不起，我拦不住苏董。老东西，你想死！苏总好大的火气，不在苏氏集团坐镇，跑到这儿来撒野。魏总，魏总，我是苏正阳啊！之前的融资计划咱们再谈谈吧。青石巷那个项目真的是一本万利，只要您肯注资，利润我让出2成，不3成。苏氏现在的资金链真的断了，你一定要救救苏氏啊！苏总，你求错人了，这个项目投不投，我说了不算。宋少，对，宋少，您是宋家大少爷，这点钱对您来说就是9牛1毛。你帮帮伯父，以后我把女儿嫁给你，哪怕是做小。闭嘴，别拿那个冒牌货恶心我。苏正阳，你想救苏氏，那你该求的人是我。江佩林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不过是我们苏家养的一条狗，我不想要了就扔出门的垃圾。你全身上下哪一样不是苏家给的？现在跑到这种高端场合来装模作样，还想让我求你，你也配？赶紧滚，别在这碍我的眼。等我和几位董事谈正事。苏董事长，请你注意言辞。注意什么言辞？这是我的家事。这个野丫头！苏正阳，站在你面前的这位江佩林小姐，是我们公司新任的董事长，也是这家公司拥有绝对控股权的大老板。什么董事长？怎么，苏董事长刚才不是骂得很痛快吗？继续啊！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是董事长？你明明就是个乡下丫头。看来苏董事长的心理承受能力也不怎么样。魏子豪，送客吧，别让他弄脏了公司的地毯。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既然你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，那就更好办了。赶紧，马上在融资协议上签字，把钱打到苏氏的账上。
苏正阳，你脑子里装的是浆糊吗？刚才我说的话你没听懂。青石巷项目我不投。你敢不投？我是你老子！你的钱就是苏家的钱。之前把你赶出去是为了磨练你，现在你既然有点出息了，我大发慈悲，允许你重新回归苏家，你的名字也可以重新上族谱。这可是苏念求都求不来的荣耀。哈哈哈哈！苏大董事长，我今天算是开了眼了。你那是脑子吗？我看是刚出土的文物，裹了小脑吧。让佩林回苏家是荣耀，那个只有算计和冷血的破笼子，也就你和那个冒牌货苏念当个宝。苏少，这是我苏家的家事，江佩林是我生的，他这就要把骨头还给老子。苏正阳，你搞清楚，我姓江，不姓苏。你个不孝女！只要你签了字，苏家的一切以后都有你一份。你要是不签，这辈子都别想再进苏家的大门。求之不得。还有，不是我不进苏家大门，而是从今天起，苏家要在本市除名了。老东西，好你个江佩林，翅膀硬了是吧？真以为当个董事长就能骑到我头上拉屎了？离了你这个屠夫，我就得吃带毛猪吗？做梦！我就不信没有你的臭钱，我苏正阳盘不活苏家。既然你无情，就别怪老子无义。咱们走着瞧。把公司近期拟定的所有策划书全部拿进来。全部吗？那可是这半年的积累，有几十份。我只给你3分钟。空壳公司做局，垃圾。这一本留下。师傅，你这看书呢，还是在那扇风呢？这可是几千万上亿的项目，你就瞄一眼。如果你想把钱扔进水里听响，大可以慢慢看。这几个项目，只有手里这本锦绣湾开发案，3个月内回报率能达到200%。多少？200%？师傅，这种发财的好事儿，能不能带徒弟一个？我也想跟着您分一杯羹啊！想入股？想，做梦都想。入场费1个亿。1个亿？师傅，你把我卖了也没这么多呀。你上次卖房不是有3000万吗？还有赵光输给你的5000万。那钱最近稍微挥霍了一点点，还剩7000多万了，离1个亿还差着2000多万呢。这还不简单，回家找宋老爷子要，只要你肯给你爷爷乖乖低头，别说1个亿，10个亿他也给你。我呸！魏子豪，你少出馊主意！我就是饿死，从这儿跳下去，也不会去动宋家1分钱。那就没办法了，本金不够，我也变不出钱来。有了，师傅，我想到了。什么？今明2天，市中心有个国际古董玉器博览会，那是全省最大的盘口，不少行业大佬都在，而且设有赌石和捡漏专区。师傅，凭你这一眼定生死的眼力，去那种地方，那还不是降维打击？咱们去捡个大漏，这1个亿不就来了吗？有点意思。走，去看看。这阵仗，看来这回真有好东西。确实，刚才进去的那几个都是省城有名的收藏家。哇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杨之玉。师傅，你看这个瓶子标价500万，是不是真的？上周刚烧出来的，还有火气呢。
谁买谁冤大头。那边是什么情况？好像是原石区。听说这次主办方从缅甸弄来了一块标王，正在现场竞价呢。标王？没什么看头。走吧。哟，这不是江大老板吗？怎么，这标王都入不了您的法眼？哼，死丫头，上次害我在张总面前丢尽颜面，今天既然送上门来，非得让你倾家荡产不可。原来是赵老板，有事？知道江老板眼光高，这种大陆货看不上正常。既然来了，不去我那儿坐坐。我昨晚刚到了一批鲜货，个个保真，那才是真正的好东西。鲜货就在里间 VIP 展位，怎么样？敢不敢去长长眼？带路。请。西周兽面纹爵杯，一眼大开门的东西。江佩林老板，您给断个带。昨天刚出土青石像，那不是已经被勒令停工了吗？他居然敢私自盗挖文物倒卖，那是刚出土的深坑货。报警，抓现情。江老板，怎么样？这可是稀世珍宝，过了这村没这店儿。确实是好东西，开个价吧。哟，江老板带着狗腿子来逛展会了。大哥，听说这丫头眼光毒辣，咱不如也跟着上一回。哎，来者是客，不过这东西抢手，我打算卖500万。好东西啊，我出600万。1000万。哟，硬撑是吧？我出1500万。2000万。3000万。死丫头，跟我们斗，你还嫩了点儿。5000万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不勉强了。行，既然江老板这么想要，我们也做个顺水人情，归你了。江老板果然爽快，5000万成交。来，刷卡。江老板，货给您包好了，钱。不许动！警察！警官，这是干什么？我们正规做生意。谁报的警？我报的警。江佩林，你疯了！你凭什么报警？凭你手里那件东西，昨天下午2点才从青石巷古墓里挖出来，上面还带着地底下的湿气。还有，当着我的面玩仙人跳调包计，我要举报这些人盗掘古墓，倒卖国家1级文物，并且涉嫌巨额诈骗。老二，快撤！这娘们有点邪门。警官，别让他们跑了，那2个也是同伙。站住！抱头蹲下。警官，误会，天大的误会啊！我们就是路过的买家，跟赵兴安这孙子不熟啊。不熟？刚才配合赵兴安抬价的时候，你们可是熟练的很。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，典型的托儿。你含血喷人，谁是托儿了？我有钱，我乐意出价，不行吗？是不是托儿？回局里查查你们的资金往来就清楚了。冤枉啊！我们真没挖坟，我们就是在那儿喊2嗓子。2个蠢货，闭嘴！师傅，神了！你怎么知道那2兄弟跟赵雄安是一伙的？难道你连他们的犯罪记录都能看出来？不知道啊。那你刚才那是……他俩以前没少干坏事儿，既然来都来了，那就一块进去喝点呗。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。高，实在是高，还得是师傅您，这波操作绝了！少贫了，走，带你去原石区选几块石头。宋石，那个师傅，那盒子里的石头全是裂纹，一看就是废料啊。这样，哎呦，美女好眼力！这盒子里装的是块废料，但这盒子可是老物件，清末的花梨木。您要喜欢，连石头带盒子，20万拿走。20万，行，
买了当个摆件也不错。慢着，这东西我要了。怎么哪儿都有你们？这是批发狗皮膏药来了。老板，我出50万。念念，咱们公司的流动资金都断了，银行那边催着还贷，咱们今天是来捡漏救急的，不是来斗气的。这破盒子能值几个钱？是啊，念念，这几天公司股票跌停，要是再拿不出钱填坑窿，苏氏就要破产清算了。别胡闹！爸妈，你们信我，江佩林这贱人虽然讨厌，但这几天她确实邪门，逢赌必涨。她看上的东西绝对错不了。而且你们看，那盒子污垢下面透着绿，按照我的经验，这上面镶嵌的绝对是帝王绿翡翠，只要抠下来，起码价值上亿，咱们苏家就有救了。好像还真是上亿，那公司的贷款就能还上了。老板，我出100万。跟我比钱多是吧？小爷我最不缺的就是钱，200万、300万、500万、800万。放手，真是。念念，800万。爸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那可是帝王绿。嘿，我这就……行了。师傅，这才800万，我还能加？再加就赔本了，让给他们吧。得，既然师傅发话了，那就赏给你们苏家了。赔本？江佩林，你就是没钱，装什么大尾巴狼？哼，一股穷酸气，乡下来的就是眼皮子浅，几百万都拿不出来，还敢来这种地方混？哼，跟他废什么话？早就说了他是个丧门星，离了我们苏家，他连饭都吃不上。爸，快，这下咱们苏家要翻身了！好，这就取下来。哈哈哈哈哈！绿了，真的是帝王绿，橙色极品，这下有救了，苏家有救了。江佩林，看见了吗？这就是命，这泼天的富贵注定是我们苏家的，你就在烂泥里烂一辈子吧。什么破烂玩意儿，弄得我满手都是灰。哼，既然翡翠归你们了，这盒子还要吗？江佩林，你是穷疯了吧？这么喜欢垃圾，那就送你了，拿回去烧火。我不占你便宜，这盒子我买。带现金了吗？师傅，现在谁还带现金啊？哎，等等，够了，钱货两清，这盒子现在归我了。江培林，你还真是天生捡垃圾的命。早就说了，离了苏家，他连狗都不如。年年，别理那个乞丐，把翡翠收好，这可是咱们苏家的救命稻草。这么热闹，江小姐又淘换到什么宝贝了？王老，您来的正好，快帮我长长眼，这可是我们刚开出来的帝王绿，价值连城啊！是啊，王老，这可是我花了800万抢下来的，您给估个价，是不是得值1个亿？哦，800万买的。对对对，您看这色泽，这水头。苏总，这东西确实是真翡翠，颜色也够绿。我就说是帝王绿。哎，别急，颜色是绿，但这是典型的铁笼生，也就是俗话说的干青，看着绿的吓人，实际上水头太干不通透，而且裂纹极多，做不了大件，只能磨点戒片或者珠子。什么意思？这种品质市场上并不罕见，顶天了值50万。50万？王老，你是不是看走眼了？我们可是花了800万啊！我王清月在古玩行混了50年，还没有看走眼的时候。你要是不信，大可以去鉴定中心。800万买的，只值50万，完了，公司的流动资金全没了。
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念念不是说这东西值上亿吗？是你，江佩林，是你坑我！你知道这是废料，故意引诱我出高价抢购，是你给我设的局。苏念，脑子是个好东西，可惜你没有。刚才可是你自己哭着喊着要抢的，我拦都拦不住。那你为什么还要买那个破盒子？你就是故意演戏给我看的。因为从始至终，我看上的都不是那块石头，而是这个盒子。师傅，这盒子不是都被撬坏了吗？王老，您给长长眼。这纹理如行云流水，色泽如琥珀剔透，还有这股淡淡的酱香味儿，这是海黄，海南黄花梨，而且是绝迹已久的游离老料。不仅如此，看这雕工，这榫卯结构，这是宋代中庭御用的百宝嵌技艺。虽然表面被污垢覆盖，但这里面全是金丝楠楠木做态，这是国宝级的文物啊！那值多少钱？虽然表面被刚才那几下撬坏了一点，但好在没伤到筋骨，只要找个大师修复一下。江小姐，这盒子我要了，我出3000万。3000万？那是我的盒子！不好意思，苏总，这盒子10块钱，我徒弟已经买断了，现在它是我徒弟的。不，这不是真的。我扔了3000万，捡了个50万的垃圾。苏总说的对，捡垃圾确实挺赚钱的，多谢苏小姐赏饭吃。江小姐，钱款已付，这宝贝现在归我了。老头子，我捡了个大漏，改天请你喝茶。您客气了。师傅，3000万，真的是3000万啊！我就知道跟着师傅有肉吃。这下好了，我终于可以入股你的投资公司了。江小姐，还有我也想入股，带我一个吧。会上，名额已经满了，不过我这儿有块硬骨头，正缺个人帮忙啃下来。什么硬骨头？只要江小姐开口，我都干。拿下他们！你想吞并苏家？是收购。苏正阳刚才买了800万的废料，流动资金链已经断了，现在是他最虚弱的时候。如果你能连夜做出一份完美的收购方案，拿着苏家当股份，我还是很乐意接纳你的哦。好，富贵险中求，我现在就去准备，明天一早，苏氏集团就是你的囊中之物。喂，把所有人都叫上，今晚有大事要办。师傅，哦不，江董，从今天起，我宋池生是公司的人，死是公司的鬼，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，只要您一声令下，我眉头都不带皱一下的。我们要把公司做大做强，再创辉煌。江佩林，你这个狼心狗肺的畜生，给我滚出来！江佩林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居然让人恶意收购苏家的股票，你还要不要脸的说他养不养大个苏家？造孽呀！我们苏家怎么养了你这么个白眼狼？拿了我们的3000万卖盒子，转头就来咬我们一口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保安是死了吗？什么阿猫阿狗都放进来。江佩林，你少给我装蒜！现在立刻让魏子豪停止收购，否则我就去告你不孝！告我什么？告我拿走苏家，让你变成了一个笑话吗？行，江佩林，算你狠！只要你现在停止收购，把资金撤回去，我可以不计前嫌，让你回苏氏上班。爸，怎么能让他回去？销售部经理的位置给你，年薪100万，这已经是我的底线了。江佩林，做人要知足，别给脸不要脸。
苏正阳，你是不是还没睡醒？你什么意思？经理的位置你还是留着自己慢慢玩吧，因为我要当的可不是什么打工仔，而是苏氏集团唯一的掌权者。我要你们苏家彻底改姓江。反了，反了！老子今天打死你这个逆女！苏正阳，这里是江董的总裁办公室，不是你能撒野的地方。惠子豪，你也是个疯子！你们何其回来欺负我们！江董，收购案已经全部完成。另外，有人想见见苏总。警察同志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苏正阳，有人举报你涉嫌青石巷旧城改造项目的非法集资，以及参与倒卖国家一级文物青铜兽面纹爵碑案，证据确凿，请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不可能！那个赵兴安已经被抓了，跟我没关系啊！赵兴安已经全招了，你是幕后最大的资方。你们不能抓我老公，他是冤枉的！江佩林，是不是你陷害我们？妈，我爸妨碍公务，连你们一起带走。江董，这是最终的股权转让协议。随着苏正阳被捕，苏氏股价崩盘，我们已经完成了全面抄底。从今天起，苏氏集团彻底被抹去，以后江小姐您就是苏家永远的唯一的千金，也是这里真正的王。江董威武！放心，好好跟着我干，以后我们赚钱的机会多着呢。他们以为这里是他们的主场，但游戏规则从今天起由我来定。